妹妹的大婚当日，我深爱的鲛人夫君却自尽在了妹妹的书房。我强忍心痛收拾他的尸首，却不曾想看到了他死前紧紧拥抱着的一堆画像，一幅幅竟都是他亲笔描摹的妹妹。最下方还写着挚爱蕊蕊，原来他自始至终爱的都是妹妹。我当场心急发作，陷入昏厥。再次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和妹妹一起挑选兽人夫君的那天。姐姐，今天你能不能让我先选？他露出和前世如出一辙的可怜神情，爹娘严厉的目光随即落在我身上。叶念说，你就不能让妹妹吗？前世这时，我因他们偏心而愤然反驳，我是长女，理应我先挑选。于是我顺利得到了心心念念的鲛人，妹妹却因我不肯让步，赌气放弃了挑选兽人。爹娘愿我害妹妹失去繁衍后代的机会，逼我将鲛人让给她，否则就把我赶出家门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我将鲛人送去陪伴妹妹，结果妹妹转头就喜欢上了一个金虎兽人，抛弃了鲛人，要跟虎兽人结契。大婚那日，我欣喜地将鲛人带回家，还参加了妹妹的婚礼，为她送上祝福。谁曾料到，当夜我深爱的鲛人却死在了他的书房里。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，原来萧素并非天性凉薄，她对我如此冷淡，皆是因为她所爱之人非我。此刻看到一旁妹妹在央求我让她挑选兽人时，我就知道我重生了。我们一家站在一个笼子面前，里面有很多兽人，有的生着柔软尾巴，有的长着兽耳，鲛人萧素也在其中。念说，你真的不让妹妹？你真的想逼死她吗？母亲话音未落，我便轻笑打断，怎么会呢？我虽是长女，一族规应当先选，但爹娘总说姐妹要同心，我自然得懂谦让。这鲛人容貌绝世，给妹妹也是理所应当。叶明蕊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答应，她虽然欣喜，却仍带着几分疑虑，紧紧盯着我，仿佛要从中看出破绽。我温柔一笑，指着笼中的萧素，妹妹，我对兽神起誓，这个鲛人永远是你的。在我们的世界，女子每到成年，就可以挑选心仪的兽人结契，成为终生伴侣。结契之后，彼此同寿共命，荣辱与共，不可分离。而对兽神起誓是最严苛的规则，不履行者必遭天雷轰顶，魂飞魄散。但让我没有料到的是，当我说出这句话时，笼子里的鲛人萧素立即站了起来。她依旧容颜绝色，但与前世初见不同。这一次，她的目光牢牢锁在了我身上。我有些奇怪，但为了防止妹妹怀疑我留恋鲛人，立即撇开了视线。那姐姐，你在别的兽人里面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吧。她话虽随意，人却径直站到萧素面前，挡住她的视线，仿佛在宣告主权。父亲见小女儿得偿所愿，甚是满意，转头对我满是不耐。你看你的妹妹对你多好，还不快挑一个？母亲更是推了我一把，还不快去？难不成你刚刚的誓言都是假的？我径直向前，随手一指，我就要那个小狐狸了。笼里的兽人立刻躁动起来，笼外的三人也面露疑惑。你难道不知那九尾白狐只剩一条尾吗？我不以为意，没关系，好好养着，尾巴还能长出来的。我示意侍卫打开笼子，将那只小狐狸抱起，转身离去。牢笼里的萧素听到了我的话后，双手用力攀上铁栏，发出了巨大声响，吓到了站在一旁的妹妹。叶明蕊一副娇弱模样，心思却极为狠辣，被人吓到她格外恼怒，抽出鞭子就猛地甩向萧素。你想干什么？吓到我？你是不想要活了吗？我脚步微顿，却没有回头。前世我一眼就相中了他，甚至不惜与偏心的父母作对，也想让他成为我的夫君。哪曾想，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，掏心掏肺为他好，他却始终对我十分厌恶，怨恨着我非要与他结契。所以重活一世，我选择成全。怀里的小狐狸似乎察觉到我的心绪，仰头看我，我伸手抚摸他的脑袋，别怕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结果他低头避开我的触碰，根本不想要搭理我的样子，让我哭笑不得。而这一世我之所以选择他，并非无缘无故，我自出生起便患有先天心疾，虽天赋极佳，却注定命不长久，因此父母认定我没用，对我不闻不问。而妹妹叶明蕊虽然资质平平，却独得父母的百般宠爱。所以当我们成年分府时，妹妹被父母留在了叶家主宅，离开主家的只有我一个。在知晓自己重生之后，我便开始谋划未来的路。前世因为我选择了鲛人，妹妹选不到满意的兽人，笼里的其他兽人都被送到了叶家旁支的女子面前。有一只九尾白狐成为挑剩下的那一个，因为只有一条尾巴遭人厌弃，最后与一个不受宠的小淑女结下契约。经过细心呵护，她很快凭借出色的天赋恢复成9条尾巴，更是带着自己的结契之女，成为家族顶尖的人物。后来更是直接参与到了叶家家主的竞争中，成为新一代家主。那时才知，原来看似没有任何用处的小狐狸，不仅是九尾白狐，更是青丘神兽后裔。回家途中，白狐终于变回了人形。他坐在马车上，虽虚弱的厉害，眼底却依旧透着凌厉的戾气。我想着他尾巴上的伤，忍不住想帮他查看一番，可还不等我的手碰到他，他便猛地伸出了锋利的爪子。我立刻收回手指，这么凶，一点也不可爱。我吩咐下人解开黎墨的束链，为了助他尽快恢复9条尾巴，还特地派人去寻神医治伤。却没想到第二天侍卫来报，小姐，黎墨不肯进食，拒绝交流，还不愿接受治疗。在这个世界，兽人天生地位低人一等，若运气好，被送入大族选为夫君，不仅能获得自由，还能拥有锦绣前程。可若无人选中，只能回到兽人部落，成为奴隶，一辈子不得翻身。我早知有些兽人性格高傲，会自己挑选人族伴侣结契并带其离开，但这极为罕见。若兽人不服，我们总会用尽手段让他们臣服。我沉思片刻，起身让侍卫带我去黎墨的房间。推门而入，我手中握着一封信，那是我让侍卫探来的情报。黎墨，
我知道你不愿与人类结契，是因为你母亲根本不喜欢你，她是被你父亲强娶的，从你出生起便开始虐待你。你父亲早已移情别恋，迷上了其他人类女子，对你母亲失去了耐心，他将所有怨恨都怪到你身上，甚至亲手折断你8条尾巴，把你送到我们这里。短短几句话，我揭开了黎墨的背景。这时他才抬眸看我，眸中满是戒备。尽管他被关押多日，衣衫凌乱，却依旧有几分摄人媚色，这是胡兽人独有的魅力，只是他的媚色中似乎还带着与生俱来的高贵。我们对视良久，他才开口，说出了与我相识以来的第一句话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娶你为夫，给你自由，助我夺得叶家家主之位。凭什么？就凭我能答应你，只要我们结契，等你恢复九尾，我会帮你复仇。这话当真？我郑重的点头，我可以向兽神起誓，若违此言，将遭受世上最恶毒的诅咒。黎墨的眼睛骤然睁大，或许他从未料到我不是像其他人类那样对他施暴，反而主动示好。他沉默许久，才道：好，我们结契。我与黎墨的结契礼简单至极，我虽邀请了家人，但父母以事务繁忙为由不肯出席，妹妹更只是派人送来口头祝福，便不再现身。后来我才从侍卫口中得知，他亲选的鲛人萧素不愿配合，无论如何都不肯与他结契。他正在气头上，向父母诉说委屈，同时又嫉妒我能顺利结契。父母自然为了安抚他的情绪，让我不要刻意张扬。我的属下对此颇有不满，但我并不在意这些虚情假意。结契那日，我赠与黎墨一柄我亲铸的利剑，名叫帝色，寓意帝王之气，天下绝色。黎墨接剑时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，他紧握剑柄，眼中光芒熠熠。谢谢。听到他的谢意，我只是摆手，这些本就是我夫君应得的。而后我握住他的手，与他一同向兽神行礼。只是等到我们准备继续完成结契礼时，侍卫来报，府外有位鲛人求见。我果断回复不见。侍卫立即心领神会行了一礼，属下这就将人赶走。我颔首同意，随后拿起利刃，将右手手腕划开一个十字，又为黎墨的右手划出相同的刀痕。2条原本不同的血脉在这一刻融合，我们完成了结契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血液交融的瞬间，兽神雕像忽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将我和黎墨笼罩其中。我感到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心脉，而黎墨则震惊地看向身后，他居然长出了一条尾巴。他强忍震惊望向我，四目相对之时，我们都明白了，这场结契得到了兽神的祝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最佳伴侣，这是兽神亲自的印证。看来我们本就该结契。我含笑凝视黎墨，他也微微一笑，仿佛早已认同我的话。结契礼结束后，我们走进了新房，按惯例，接下来便是洞房。但我明白黎墨与其他兽人不同，走进卧房时便开口试探他：你愿意和我走完最后一步吗？或许是我说的太直白，黎墨的脸顿时泛红，坐在床边低垂着眸子，双拳紧握不语，让我忍不住换了口吻：你放心，我不是一定要和你洞房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没关系。叶念书，你是厌恶我吗？他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抬头看去，只见黎墨眼眶泛红。我不是，我只是……既然不是，为何不洞房？我这是在尊重你啊。他沉默不语，新房的气氛骤然凝固。为了化解尴尬，我急忙补道：其实我也想洞房的，不过你行吗？这句话让黎墨猛地抓住了我的袖子。你说什么？他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像是受到极大侮辱。我这才意识到他误会了，连忙解释：不是的。下一瞬，这只狐狸就将我压在了床上，直到第二天艳阳高照，我才悠悠醒来。黎墨早已不见踪影，而院子里不再宁静。一个白衣少年手持宝剑挥舞，动作潇洒肆意，格外惹人注目。见我出来，黎墨挥剑的动作更显凌厉，似乎要为我展示一番，却被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打断了氛围。姐姐，恭喜你结契成功。叶明蕊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边，他隔着不远的距离死死盯着我，眼底的怨毒与口中的祝贺截然相反。真是恭喜姐姐选到一个好兽人，不仅得到兽神的祝福，还治好了心疾。我假装没听出他咬牙切齿的语气，笑着走上前握住他的手。明蕊，谢谢你来恭喜我，我就知道我们姐妹情深。其实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得到兽神的祝福，是吗？叶明蕊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，一时间有些不自然。姐姐，我结契后也会有兽神的祝福吗？他脸上挂着期待的笑，眼里却满是厌恶。我依旧装作看不见，还假装没注意到他故意带来的父母，亲昵地摸了摸他的头，低声在耳边道：兽人不肯结契，就用别的办法。妹妹你一向聪明，该明白怎么做，对吧？这样不好吧？他嘴上这么说，眼底却闪过一抹金光，我看得清楚，心知他已有主意。我轻叹，那就再多努力一些吧，姐姐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结契。还没等他开口，我便补充道：如果你结契成功，姐姐愿意让你成为家主候选人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父亲母亲还没等他回答，便急忙走到我面前，喜形于色。父亲笑容满面：我就知道你识大体，早早把候选位置让出来，蕊蕊一定能带领叶家更上一层楼。母亲也在一旁附和，而我沉默不语。叶明蕊得意地扑进父母怀里，还回头冲我露出一抹骄傲的笑。说完，他们再没理我，兴冲冲地离开，说是要立刻向族人宣布这个好消息。我若有所思，懒得理会，转头吩咐侍卫青竹收拾行李，我要带阿莫去西泉山庄。青竹退下后，黎墨复杂地看着我：你不是要争夺家主之位吗？为什么刚才还要？我笑道：阿莫，你可知道有些东西生来就是我的，叶明蕊拿不到，
除非我愿意给他，或者是我根本不屑要。说完，我故意瞥向角落的身影，那人瞬间消失不见。我收回目光，牵起黎墨的手走出家门。前世跟萧素纠缠了一生一世，我怎么能认不出那是他呢？此刻我可以确定他的确重生了，但那又怎样呢？既然他心里从来没有过我，喜欢的始终是我那个妹妹叶明蕊，那我就干脆成全他们。虽然黎墨已经恢复了一条尾巴，但他的伤势终究还没完全痊愈。我提议来西泉山庄，是因为这里有位神医流云，只要能让流云为黎墨治疗，兴许他很快就能康复如初。只是没想到，我才在这里住了不到3天，就有侍卫来报，叶明蕊闹着要自杀，还让我回去赔罪。我轻笑着看向前来的侍卫，语气里满是不解。妹妹闹自杀，凭什么让我去赔罪？眼前的侍卫是父亲身边的心腹，对我的质问满是不屑。家主说是您说了明蕊小姐必定能得到兽神的祝福。我扬唇而笑，那又怎样？侍卫一脸抱怨。可二小姐在节气时没得到任何祝福。我走近他，双眸冷厉。那请问我们惹人怜爱的明蕊小姐，她真的和寿夫完成节气了吗？侍卫噎住，沉默不语。我冷冷一笑，没节气，哪来的神兽祝福？我凭什么赎罪？给我滚！我吩咐人将侍卫丢出山庄，并让他转告父亲，家主之位我已让出去，也愿意自请离开叶家，所有资源和权力全部交给二小姐，还望家主成全。此后我的日子果然舒心了许多，与黎墨的感情越来越好。我们一边游山玩水，一边替他诊治。不到3个月，他就已拥有了4条尾巴。我们终于踏上归途，回到上京。途经茶馆酒楼时，听到有人议论叶家二小姐被家主力排众议钦定为未来的家主，并与他的鲛人萧素结契成功，还得到了兽神的祝福。甚至有人说萧素是海王的血脉，神族的后裔。这事儿你早就只道吧？黎墨聪慧，从只言片语中便察觉到了不对。我笑着望向他，所谓兽神祝福，其实是血脉传承。你当初恢复1条尾巴时，不就是得到了青丘白狐的传承吗？黎墨的眼神透着审视。你选我是因为你知道我是青丘白狐的后代？我弯唇摇头，将他不安的手握进我的掌心。不是的，我喜欢的是黎墨，只是恰好他是神兽的后代罢了。真的不是？我认真的朝他点头。风掀起车帘，我们一同转头，看见对面马车上的2道熟悉身影。显然，刚才的话他们是听到了。叶明蕊的神色依旧带着怨恨，而他身边的萧素听到后却脸色惨白。我心想，他是后悔了吗？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等回到我的府上，侍卫青竹才告诉我，原来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府上都没有安生过。一开始是父亲、母亲和妹妹来过，后来就是族里的各个长老。我心知他们皆是为了未来家主的事情，但我并不着急见他们。直至第2天，我才与黎墨去了叶家，见过家主、主母。我和黎墨一同行礼，但都未曾带上半点笑容。叶明蕊听到我这么喊父母，瞬间做出一副可怜模样。姐姐这般喊爹娘，可是在后悔将家主位置让给了我。叶天回顿时面色不善。放肆！既然是你主动让的，这时候后悔什么？我笑着看向他，家主，您不是已经跟我签订了契约了？我今日是来履行约定的。一听到这话，他的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，就连往日一贯骄傲的母亲也是面露难色。胡说什么？还不快退下！可一旁的族长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发现了不对劲。念叔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契约？给我看看。不容我拒绝。叶天回急匆匆地走向我，却未能拦住族长。等到族长看到契约的那一刻，脸色大变。混账！你怎能将南宫家的血脉赶出叶家？叶天回虽然是家主，看似掌握着巨大的权力，但叶家真正的话事人还是族长。叶天回的神色顿时慌乱起来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是叶念书自动放弃的家主之位。对啊，是姐姐自动放弃的。哼，叶明蕊，你别以为叶天回他们夫妻2人偏袒于你，我就不知道。其实你的天赋与念书相比，简直天差地别。叶天回，这契约不作数，叶家未来家主的位置只会是念书的。我是家主，我难道不能决定未来叶家家主的位置属于谁吗？叶天回不满地抬头，但族长却看向他露出不屑。当初是念书的生父叶川和他的生母南宫秀2人为了救你们，才牺牲在了兽巢中。临终前，他将家主之位传你，你也亲口承诺会将家主之位传给叶念书。如今一晃18年过去，你的心变大了，也没有良知了吗？此刻我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内心无比痛苦。前世我心急发作时，才知道了这个真相，才终于明白，不是父母偏心小女儿，而是我本来就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对我。甚至在我心急发作的那段日子里，他们为了让叶明蕊稳坐家主之位，置我于不顾，硬生生逼我走向绝路，只为了夺取那份我从未渴望过的家主权位。所以这一世，我是不让这个家族再染指属于我的一切。不是的，我才是未来的家主继承人。叶明蕊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决定，她拽住一旁默不作声的萧素站到我的面前。我还有萧素，海王后裔的兽人，他会帮助叶家更上一层楼。却不料族长直接嘲讽：你不会不知道萧素已经被海王驱逐了吗？什么？叶明蕊一向以萧素为傲，却对他的真正身份毫不知情。他立刻眼神阴狠地转向他。族长说的是真的吗？萧素这才抬起头，满脸绝望。是真的。
这一句仿佛击碎了叶明蕊最后的骄傲，他连退数步，回过神来却又猛地扑到萧素面前，啪一记耳光狠狠落在他脸上。他仍站在原地不动，神色委屈地看着我。我假装没看到，但黎墨直接挡在了我面前，眼神凌厉凶狠。我笑了笑，轻声安抚：放心，我心里只有你。黎墨这才缓下眉眼，在我唇边落下一吻。我就知道念书最爱的是我。这话仿佛刺激到了不远处的萧素，他冲了过来，结果被人拦住，是叶明蕊。你喜欢我姐姐？萧素点头。我爱她。可你是我的兽人，你以为他会看上你这个被海王驱逐之人吗？萧素的眼神瞬间暗淡，站在原地不再动弹。族长叹一声，终于宣布了让在场3人全都无法接受的决定。叶天回为了私欲，不顾旧日恩情，废除家主之位。即日起，新任家主叶念书才是叶家真正的掌权人。话音落下，族长当场撕毁了我与叶天回的契约，转身离开了正堂。我缓步走向高位，所有人齐齐跪下参见家主，唯独叶天回夫妇还有远处的叶明蕊怨毒地看着我，仿佛要将我生吞。我装作全然不觉，淡淡吩咐诸位请起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正式接管了叶家的所有事务。叶天回的旧部全数撤换，由我的亲信接手，叶家焕然一新。前世我便知黎墨天赋出众，这一世很快便将重任托付于他，让他协助我治理叶家。与此同时，他被更名为叶黎墨，正式被叶氏一族承认，成为叶家族谱上第37代的家主叶念书的夫君叶黎墨。那一夜他格外欢喜，与我缠绵良久，说了无数遍爱你，我也不由得心中喜悦，任由他放肆。直到次日醒来，我却不见他的身影，房外还传来黎墨似乎受了伤的声响。我暗道不好，推开门发现门外已经有了很多人，其中领头的就是我的好妹妹跟她的爹叶天回。姐姐，许久不见你了，我来看你。这个白狐狸竟然不准我进门。叶明蕊话里看似恭敬，实则毫无分寸，甚至言辞间像是将自己真当成叶家嫡系一般。我上前一步，将压制黎墨的侍卫的佩剑一把抽出，冷然一剑割喉。啊！你竟敢伤我的贴身侍卫！叶念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冷声呵斥：你的胆子才大，竟直呼家主之名，还敢对叶家主君不敬。叶天回看不得自己的女儿受欺负，但他一对上我的眼神，就害怕的后退了。我笑意冰冷地看着他们，这次就算是这个侍卫替你受过。叶明蕊、叶天回，若再有下次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见我并非虚言，他们脸色愈发阴沉。叶天回心知此时硬碰硬讨不到任何好处，旋即换上笑脸。念书啊，爹爹这次就是来看看你，还有带你夫君的父母一同来团聚呢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带了谁来？叶天回毫不惧他，笑着侧身，让身后的2人显露出来。只见一男一女缓步走近，隔着不远我便看出他们的面容竟与黎墨有几分相似。看来叶天回这些日子不曾挑事，正是为了今日这出戏。见到我们还不行礼问安？哼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黎墨神色满是厌恶，压根不想理会他们。我自然挡在他身前，冷声问道：来者何人？看样子这叶家新家主不行啊，连我这九尾狐王都不认识。我轻笑：九尾，你有9条尾巴吗？竟然敢称王！世上谁不知道九尾狐一族早已衰败，所谓狐王，如今也就剩下5条尾巴而已。黄毛丫头，你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吗？万东脸色阴鸷，掏出一枚令牌，九尾一族的族人都出来！刹那间，我的院子里涌入一群九尾狐族的武者，冷冷注视着我，刀剑在握，仿佛只等狐王一下令，就要将我制服。我弯唇一笑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黎墨，该你上台了。我才不稀罕什么九尾狐王，听着就够刺耳。我温柔望着他，低声哄劝：乖，不然这2个蠢货没法收拾。他才不情愿地松开手，却还是在离开前轻轻在我脸颊印下一吻。万东神色莫测：叶念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冷笑回应，意思就是你命不久矣。你才该死！我劝你赶紧将家主之位让给我，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通敌卖族，还敢理直气壮！我冷淡看向他，命令青竹抓住叶天回。青竹遵命，转瞬间叶天回就被制住，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叶明蕊失了靠山，瞬间慌了。你居然敢对爹爹动手！我的父亲是叶川，他是叶天回，跟我没半点关系。叶明蕊被堵得说不出话，只能僵在原地，拳头死死攥紧。黎墨这时上前一步：真正的九尾狐王是我！口出狂言，一个小杂种还想夺位！黎墨不屑一笑，伸手轻轻一晃，一道白光散出，他整个人瞬间光辉四射。顷刻之间，他的身后展开了9条狐尾，全场顿时呆住。真正的九尾狐王果然是黎墨，九尾一族的王者之选。历来只看狐尾数量，尾巴越多实力越强，也更能让族人心服口服。黎墨在疗愈之后已完全恢复，并继承了青丘白狐的传承。而我本就是神兽凤凰一族的血脉之女，我的娘亲曾是兽人族的引领者，我继承了她的血统。只要与黎墨肌肤相亲，我们的力量就会不断叠加，因此黎墨很快便登上了九尾狐王的宝座。跪下！黎墨释放出狐王的威压，万东等人立刻双膝下跪，他握着我给他的地色，步步逼近。万东慌乱后退：别过来，我是你父亲！哼，我才没有一出生就断我8条尾的父亲。族人们听到此言，立刻对万东投去充满怨恨的目光。剑光一闪，万东胸口被洞穿，
一夕之间彻底气绝。万东身边的女人还未开口辩解，也被林默一箭穿心。我也不承认那个企图害死我的母亲。叶明蕊哪里见过这种场景，浑身惊恐，连连后退，连叶天回也顾不得，直接转身逃跑。叶天回被族长带走，按族规处置，终身禁在祠堂，永不见天日。林默因要筹办即位大典，暂时与我分开，待典礼当天再相见。尘埃落定的第2日，我迎来一位不速之客。你也重生了是吗？我讥讽一笑，看着萧素，是又怎样？我懒得装傻，可萧素却满脸震惊。你为什么没选我？你明明最爱的是我，怎么会选那个臭狐狸？我看着他面无表情，可你亲手杀死了那个喜欢你的叶念书，你说你喜欢的人不是我，是你的挚爱蕊蕊。你知道了？对，我知道了。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萧素瞪大了眼睛。不，念书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现在我喜欢的人是你。我嘲讽，你喜欢我了，我就要喜欢你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爱的人是林默，你对我来说就是垃圾。不可以，你是我的，你跟我有3生3世的婚约，你必须跟我在一起，不然……我走到他的面前，不然怎么？不然什么他都没有了。这句话我和他心里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人说出口。萧素在我面前绝望的恳求，既然你重生了，你肯定知道的，你我是3生3世的夫妻，我们注定要在一起的。第一是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但因为我要去考取状元，又发生了皇命不可为的事，你我才错误。第二是我本来想要守护你，可为了天下大义，我不得不做出决断。但这一世我们在一起了，而且在我得知真相后，兽神同意了我的重生，给我们在一起的机会。燕叔，我们有重来的机会的。我笑看着他，是啊。第一是你为了平步青云，故意隐瞒自己成亲的事实，迎娶当朝公主为妻，放弃了我。等到成亲之后，你告诉公主真相，默认让她派杀手将已怀有身孕的我送上黄泉。怀孕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？第二是你明知我已怀孕，不还是选择了天下，将我血祭天道，只为实现你的拯救苍生？我知道错了，这一次我真的知道了。是吗？可到了第三世，你还是亲手在我体内下了毒，不惜毁掉我们之间的节气，甚至重伤自己也要离我远去，不是吗？你知道，你都知道。没错，我都知道，所以我怎么会跟你重新来过呢？萧素瘫坐在地，泪流满面。求你原谅我吧。他趴着爬进，想要拽住我的衣服，我后退一步，不可能，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将他甩到叶明蕊面前，让他们互相折磨，相伴到老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打算动身前往九尾狐领地的那天，却听到萧素亲手杀了叶明蕊，又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的消息。我轻笑，真是活该啊！即位大典那天，黎墨穿着一身白衣走向我，牵起我的手，与我一同走上高台。他带着我迎接全部九尾狐族人的跪拜后，对我承诺：念书，你是我永远的妻主。他单膝跪地，亲吻了我的手背，我抱住他，吻住他的唇角。我知道你最爱我，我也最爱你。我亲自挑选的狐狸兽人，亲自在兽神殿下许下的心愿，自然是最好的。恐怕萧素到死都不知道，这次的重生是兽神给予我的成全，根本不是他的诚心祷告。像他那般自私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真正爱我？他所谓的一切，不过是执念罢了。当初他愿意跟叶明蕊结契，难道不是因为叶明蕊告诉被下药的他，我已经被叶家抛弃，他会是未来的叶家家主，他才同意的吗？不过都已经结束了，这一世我过得很好，也很幸福。